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175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你们的亚当。自从我上一次体验了 2WXY 一代，并且得到了非常不错的体验之后，原来不在我测评名单当中的伦纳德二代，我最后也决定尝试一下。之前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在后台私信问我能不能测一下这一双鞋，那今天他来了。那他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呢？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亚当。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。老样子，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。在外观方面，你觉得它可以打几分呢？纵观伦纳德二代的所有配色啊，除了我手上的这个配色，其他都不好看。那起码我个人觉得并不好看。我手上的这个配色以美刀为灵感，在鞋舌处有着100的字样，并且左脚跟右脚是不一样的，也是美刀上面2种不同的100字样。而鞋身上面的英文字就是美刀上面的字，因为怕没有办法正常播出，所以大家可以自行去百度看看那玩意儿到底长什么样。而在后跟处的金色 TPU 键，让这一双鞋的整体质感有着明显的上升，让它看上去更加的高级一些。不过作为一双球星的签名鞋，球星的个人元素真的是非常的少。除了鞋垫上面有一个伦纳德的大手 logo， 以及在鞋头的大底橡胶上面有一个他个人的签名之外，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伦纳德个人元素了。不过在鞋底上面有许多的小图案，以及什么月亮啊、太阳啊啥的英文，那我也不知道这跟伦纳德到底有啥关系。那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这里给小当科普一下。那在实战方面，我们依旧还从大底开始说起。大底方面采用了1半的半透明水晶底，加上1半的普通橡胶大底，大面积的人字纹纹路让它在抓地力方面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，不管是纵向或者是横向都表现得非常优秀。但是它在抓地力方面有着一个非常大的缺陷，就是它的大底与地面非常难发出那一种摩擦的声音，这一点我个人并不是特别的喜欢，没有那一种刺耳的摩擦声，总会让我有一种它抓地力不行的错觉。但是在实际的实战过程中，它的抓地力表现是非常不错的，并且它的大底材料并不容易吸附灰尘，再加上它合理的纹路空隙，让它在吸灰方面有着非常优秀的表现。即使是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实战，它的抓地力也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。在拥有优秀抓地力的同时，它的耐磨性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大底的橡胶材料硬度是比较偏硬的，在我这一段时间实战下来，大底的纹路并没有出现任何的磨损，用它来进行室外的实战也完全没有问题。它的大底在耐磨与抓地这2个方面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。而在中底方面，大家就不要抱有什么幻想了，依旧是比较糟糕的。它的 FuelCell 缓震科技跟普通的 EVA 材料在缓震方面差别并不大，不过它比之前我穿过的那一双 2WXY 在脚感方面要稍微好一点点，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，但是还是能够比较明显的感觉出来了。它在缓震方面还是有着一个不小的提升的，在实战的过程中很少会出现震脚的情况，不过依旧只能算是一个勉强够用的水准。那如果你对于缓震有一定的要求，那我建议140斤以上的朋友就尽量不要去选择这个鞋款了。我在单纯用脚后跟落地的时候，还是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震脚的。缓震的极限并不高，但是偏硬的中底给它带来了非常优秀的反应性表现。穿它在突破的过程中，丝毫感觉不到任何的中底泄力感，基本上就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水平，不会有任何一丝的犹豫。而在中底缓震材料上面的多处开槽，让球鞋的自然弯折点位置非常的合理，再加上它单密度的中底缓震材料，让它在中底的过渡方面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，能够让球鞋的鞋脚一体性表现得更好一些。那如果你喜欢突破，并且对于缓震的要求并不高，那这一双鞋的中底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你可以尝试一下。在鞋面方面，使用了自家的 FitWave Light 鞋面，其实就是绣花的网纱材质，在上面加上一层热熔材料组成的。鞋面的延展性是比较小的，而且在前掌的鞋头部位还增加了一圈热熔材料，为球鞋的鞋面进行额外的补强。
大底的橡胶也上扳至了鞋面，并且正好就在侧面的受力点位置，能够非常好的起到提升球鞋侧向支撑的作用。整体的设计是非常合理，并且实际效果也是非常棒的。在穿它进行实战的时候，不管是做一些侧向蹬地或者是边响动作的时候，它的鞋面都可以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。而在包裹性方面，它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，正常脚型或者是略窄略宽都可以选择它。不过在前掌的脚趾部位啊，这个部位包裹并不是特别好，在脚趾上方的空间会有一点空。好在这一双鞋在动态锁定方面做的也非常不错，系紧鞋带之后，双脚在鞋内并不会产生任何的滑动，不会出现任何顶脚趾或者是不跟脚的情况。而在鞋面方面，我一定要夸一下这一双鞋的内衬材料。这一双鞋的内衬材料是比较偏滑的，但是大家放心啊，这一双鞋在锁定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不会掉跟，也不会顶脚，大家可以放心，好吧？而它这种内衬材料，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速干的材料。大夏天呢，我打完球之后，篮球鞋一般都会很湿，一定要用烘鞋机把它烘干。而这双伦纳德2代却在这一方面表现得非常好，不会有很明显的那一种潮湿的感觉。我个人推测，它的内衬材料一定是有点东西的，虽然体感上面并不明显，但是这种小细节确实可以值得给它竖一个大拇指。在支撑方面，鞋面的支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非常强。而在中底的支撑方面，大家也完全不需要去担心。有很多朋友甚至会觉得穿它实战会有一些板脚，不过我自认为我的下肢力量还是比较不错的，所以在第一次穿着的时候都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板脚的感觉。中底的 TPU 抗扭片硬度非常高，让球鞋拥有了非常不错的刚性表现。而在足弓处，它也做出了非常明显的内收，并且将它比较硬的大底橡胶做了一个上翻，在足弓支撑方面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。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把鞋带勒得太紧，因为它这个橡胶上翻的最高点就在你的足弓前面一点点的位置，会有一点点的顶角，那对于舒适性来说会有一些影响。不过你只要不把鞋带系得非常紧，这一种感觉就不会出现。而在后跟处，高强度的鞋面加上内部还有着一块硬度并不是特别高的港宝加持，并且后跟还有这一块金色的超高强度的 TPU 加持，让它在后跟处也有着非常不错的支撑性表现。但是它在整体的稳定性方面表现的并不是特别好，在前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大底的面积够大，也做出了明显的外扩，再加上它合理的中底重心，让它在前掌的稳定性还是表现的非常不错的。但是在后掌的外侧，由于大底的上翻幅度做的偏大了一些，加上中底缓震材料整体是偏硬的，踩下去之后，大底并不会像那一种中底偏软的篮球鞋一样直接就踩平了，跟地面贴合住了。这双鞋的后跟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偏小了一些，在实战的过程中还是会明显的感觉到在后跟处有一点不太稳的感觉。那如果你的脚踝力量并不优秀，这双鞋你尽量还是不要去进行尝试了。在重量方面，单只42.5码的伦纳德2代重量是368克，这个重量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再加上它优秀的鞋脚一体性，穿在脚上的实际感觉甚至会更加的轻质，非常不错。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分8.5分。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，整体的鞋脚一体性表现是非常不错的。除了中底的缓震确实有一点糟糕，并且在后跟的稳定性表现确实有一点不太好，在其他方面它表现的都是非常不错的。那如果你对于自己的脚踝力量有足够的自信，并且对于缓震的要求也并不高，那这一双鞋你就可以去选择，而且1到5号位的球员都可以选择它。不过考虑到它的价格，在同价位的鞋款当中，它其实并不算突出。那如果你是伦纳德的粉丝，那这一双鞋你绝对是可以购买的。那其他朋友的话，那你还是自己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购买这个鞋款。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，在尺码的选择方面，我平时耐克穿42.5，李宁穿42，这一双鞋我选择42.5是非常合适的，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，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，我是亚当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，希望你可以关注我，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